女人趁未婚夫不在家，偷偷和王爷在马棚亲密，不料竟被前来喂马的未婚夫撞见。小伙一气之下就跟王爷打了起来，怎料双方的实力相差悬殊，他根本不是王爷的对手。女人目睹这一幕，非但没有阻拦，竟还满脸幸灾乐祸。这一刻，小伙终于看清未婚妻的真面目。这时，王爷竟把小伙扔下悬崖。然而，两人打死都没想到的是，小伙不仅没死，还意外的进入了河图天书之中，见到了神女。接着，只见神女抬手一挥，变出一道光幕，而里面的画面则是大师兄正在欺凌自己的母亲。小伙见状，顿时怒火中烧，怒自欲裂起来。此时，神女告知小伙，若想要重塑经脉，恢复修为，唯有修炼无上禁忌功法逆先上神诀。但如果修炼失败，将会魂飞魄散，连渣都没得剩。可小伙并没有过多犹豫，眼神坚定，表示要修炼此功法。接着，只见神女抬手打出一道灵力，然后疯狂涌入小伙的眉心之中，狂暴的能量瞬间冲击着他的四肢百骸。随后，只见小伙两眼一闭，倒在地上一动不动。神女见状，也见怪不怪的自语道：“又是4匹下等了，总有那么多不自量力的穷苦人。”生如蝼蚁，拿命凑什么热闹？可就当神女准备就此离去之时，只见下一秒，神女，我是不是通过了？神女闻言后当即表示，小伙已经将功法成功修炼到初阶，如今战力已是同阶无敌，甚至越阶对战也不在话下。此后自己将会寄宿在小伙的识海之中，能走多远全靠小伙自己的造化。说罢便眨眼消失不见，而小伙也立马选择出关复仇。我娘者，死！陈元启，你竟然还活着！王爷一心想把小伙赶尽杀绝，因此立刻当着街坊邻居的面污蔑小伙偷了自己的灵药，而一旁的女人也昧着良心，说自己是迫于小伙威才和他订的婚。一时间，小伙的风评急转直下，王爷则趁机想将他就地正法。但此刻的小伙早已不是谁都能踩一脚的废物，他只是随手一伸，王爷就被他掐到快窒息。你练的什么邪功？我傅家乃长安世家第1名门，你敢动我一根汗毛，傅家必定……小伙根本不听王爷废话，一脚就送他断子绝孙，而这还只是开始。紧接着他狠狠踩在王爷头上，对方终于开始慌乱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别打了，求你放过我！但小伙可不是什么心软的圣母，他决心要让王爷血债血偿。拿命来！来人正是王爷的哥哥，同时也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修仙高手。虽说小伙已经开始修炼神诀，可他毕竟刚入门没多久，即便拼尽全力，也压根动不了王爷哥哥分毫。一旁的母亲见小伙倒地吐血，顿时心急如焚。谁知下一秒，他就被王爷哥哥控制住，对方二话不说就要射走他的魂魄。灵魂入体，不要为我所欲！小伙眼睁睁看着母亲消失在眼前，瞬间如坠冰窟。一旁的王爷本想借机偷袭，却被暗中观察的师姐阻拦。师姐向来厌恶恃强凌弱的王爷，于是出手将小伙给救走。没想到临走前，师姐却遭到王爷哥的暗算投毒。等两人逃到附近隐蔽的洞穴，师姐体内的毒素开始发作，意识渐渐模糊。小伙见状，赶忙为她去毒，不料尴尬的事情发生了。啊，师姐，你怎么自己靠上来了？这不成第一洞啊！小伙顿时羞涩的不知所措。神女，阴阳相惜很正常嘛，你一个大男人让姑娘贴咋了？江师姐对我有恩，我得马上撤口。你一听他立刻死。师姐，讲了，姐姐的路，你手放开，我不能放。那这次什么都没做。这补气丹你拿着，谢谢你为我疗伤。至于打你，难道不应该吗？刚才我的手确实……不许再提了，再提我就一剑杀了你。我不提，谢谢你的丹药。在替师姐疗伤后，小伙自知和对方实力悬殊，为了替母报仇，他就立马回家请教通天神女，并将失传已久的逆仙神诀修炼到了第3层。没想到这时他的未婚妻却出现了，打算献身于他，怎料却遭到小伙的拒绝。再快，不知廉耻！你恶不恶心？未婚妻并未就此罢休，为了让小伙接纳自己，她居然不顾尊严跪着哀求：“我求你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后什么事情我都听你的。”而未婚妻之所以如此卑微，只因小伙居然在短短1个月内就彻底摆脱了废柴标签，修为暴涨到了让人忌惮的程度。他本想投靠小伙，可小伙始终记得他当初背叛自己、与王爷苟合的往事，所以软硬不吃。给我滚！滚！不料被赶走的未婚妻还不死心，既然小伙如此拒绝他，那么他也不会让其好过。于是第2天，他叫来全镇的人联合副手，当众指控小伙。他昨晚企图侵犯我，他如今仗着自己有几分实力，便为所欲为。你血口喷人！没想到未婚妻为了坐实小伙的罪名，居然拿出了他的钱包。我逃走前拿走了你的钱袋子，你敢发毒誓说这东西不是你的吗？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围观群众开始不分青红皂白讨伐小伙。
真是畜生，无耻！可小伙却对周遭的辱骂充耳不闻，而是将目光锁定在王爷哥哥身上。小伙一心想追问母亲魂魄的下落，不料对方却全程装傻充愣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小伙见状也不再废话，当即摆出架势，步兵来战！面对小伙来势汹汹的进攻，王爷哥哥却不屑使出全力。他料定以小伙如今的段位，无法掀起什么波澜。他假装被王爷哥哥击退，而后趁其放松警惕之际，快速念怒火长鸣。在众人震惊的注视下，王爷哥哥被当场打成重伤，可他还在嘴硬。想要你母亲的魂魄，做梦！我族长老傅不凡带去兽神林献祭了。我就是告诉你了，你又有什么办法？站住！王爷哥哥笑得无比猖狂，可下一秒他就笑不出声了。让你血债血偿！解决完王爷哥哥后，小伙便直奔兽神林寻找母亲魂魄。由于路途遥远，途中他不得已在驿站落脚，结果竟撞见老板娘被魔教徒砍了。你干什么？哎，怎么了？老子们照顾你生意，摸一下都不行。嗯？正义感爆棚的小伙连忙出声阻拦，谁知魔教徒见他穿着寒酸，因此越发嚣张跋扈。来吧，小妖精！另一个魔教徒还想要偷袭，没想到被小伙狠狠踹上西天。事后，小伙本想询问老板娘的身体情况，不料对方突然脸色一变。本以为只能调到那几个魔教楼了，没想到调了个大的。你触发了剑种禁制，一个时辰内，我们都会因为灵力耗尽而死。怎么出去啊？除非拔出神剑，否则别无他法。别白费力气了。看到神剑周围的5座石碑了吗？这是蚩尤留下的神功天命剑诀，除非练成，否则谁也别想离开。别做梦了，一个时辰内练成。这剑诀乃天下招式之首，天赋绝顶者练成第一招都需要30年。火之剑诀，侵略如火，死不易杀，要得其心。他竟然能够运转自如，竟然只看一遍就学会了。方才你侥幸学会火之剑诀，应该勤加练习，再考虑接触第2篇剑诀。这第2篇剑诀和第1篇剑诀水火相克，这我怎么练啊？师女，我刚刚练完火之剑诀，现在又要练水之剑诀，这水火相克，这我怎么练？水火不容只是常理，你再想想，有什么办法水火能够共济？私家做饭烧水的时候，水能得到火的加持，然后变成滚烫的开水。我懂了，只要以自身的灵力为铁锅隔绝水火，这样子水就能得到火的加持，火就不会被扑灭。他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修炼2种相克的剑法，这难道就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？说他真能在1个时辰内练成天命剑诀，降服蚩尤剑，那就有意思。蚩尤剑吟，1000年了，神界终于再遇明主。公子，快拔剑！恭喜公子练成了蚩尤剑诀，日后定大有所为。